死磕現炒，拒絕預製，山寨肯德基的鄉村雞，憑啥越活越滋潤了？當同行都在把中央廚房的預製菜炒得火熱，他偏要關掉依賴多年的中央廚房，用4600萬逼着全國門店回歸鐵鍋顛勺的現炒模式。按理說這是自找苦吃，畢竟餐飲圈的共識是現炒等於成本高加效率低。可這家叫鄉村雞的門店，偏偏在2025年交出了全國門店破千，集團年營收穩占47億的亮眼成績單。所以這個從重慶走出來的快餐品牌，到底玩的是什麼套路呢？1996年的重慶解放碑，60後李紅開了家叫鄉村雞的小館子。當時他還沒摸準中餐門道，滿腦子就是抄作業，看着对面肯德基大排長隊，他就搞起了肯德基 2.0 版本，硬是把薯条、炸鸡塞进菜单，结果川菜馆变成了啥都賣。这種情況才誰還願意來店裡消費？於是撞了南牆的李紅一把，砍掉了洋快餐業務，把川渝人最愛的現炒菜作為核心。哪成想這波返璞歸真，直接踩中了川渝人的胃。可這也不妨礙他們繼續做肯德基的跟班。所以在2006年，李紅把鄉村雞正式更名為鄉村雞，連路過的紅杉資本大佬沈南鵬都被這場面震驚，當場拍板投了1300萬美元，要把它打造成中國版肯德基。2010年，鄉村雞踩着資本化的東風登陸紐交所，成了中餐第一股，門店數瘋狂擴張到上千家。可為了滿足門店的加速擴張，北方門店硬推麻辣口味，南方門店又不懂調整鹹淡，加上管理跟不上，異地門店接連虧損。2015年，股價從巔峰26美元跌到5.23美元。2016年只能選擇退市，退市後的鄉村雞也上演了一場極限自救，砍掉所有水土不服的門店，專心做川渝大本營，同時推出大米先生做自選小碗菜。然而這步棋卻陰差陽錯的走對了。據北京商報2025年11月報道，截至2025年8月，大米先生全國门店數已超1000家，不僅連續3年增長率保持在100%以上，門店規模還一度趕超鄉村雞本體。2024年，其營收貢獻占集團總營收的55%，為集團穩穩拖住了基本盤。不過，真正讓鄉村雞翻了身的，還是2024年那場震驚行業的現炒革命。為了把現炒做實，鄉村雞下了3步狠棋。第一步是搞透明化廚房，把所有門店都裝明檔玻璃，廚師顛勺，食材下鍋，全暴露在消費者眼前。第二步是建廚師軍團，全國鄉村雞門店的廚師全是自有培養，火候比例都有嚴格要求。而這第3步就是解決現炒效率低的痛點。鄉村雞沒傻到讓廚師從切菜開始忙，而是和靜態供應商合作，把洗好切好的食材每天新鮮配送到店。比如炒青椒肉絲，门店只需要把肉絲醃好，青椒過油，幾分鐘就能出鍋。而且鄉村雞下的子品牌大米先生也是把現炒性價比做到了極致，採用自選成菜模式，一荤一素，20塊錢搞定。從魚香肉絲到梅菜扣肉也全都是現炒。可能有人問了，鄉村雞的現炒模式能複製嗎？答案是難，因為它需要放棄短期利益，守住長期初心，但也很容易。只要記住，不管餐飲行業怎麼變，消費者的胃永遠不會說謊，所以好吃才是一家店活下去的硬道理。